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，咱们工作室已经弄得差不多了，2个基础拍摄台已经就位，后续咱们视频更新进度会逐步的恢复正常。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酷泰科新品的一个评测，就是我手上这个6号充电宝，这个是最新的酷泰科3体联名款，咱们做首发评测。后续的话我们肯定要拆解，喜欢咱们视频的老铁们一键3连，点赞关注投币走起啊，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。我看了一下这2个充电宝的参数规格，这个跟标准版应该是一样的，内部有没有变化的话我们后续拆解再看。我们话不多说，先开箱。拿到这个酷泰科的6号的一个新款的包装盒，这个太亮了，简直是银光闪闪。这上面有一个充电宝的一个图片，3体酷泰科联名的一个 logo， 这里有3体宇宙的 logo， 然后这边是规格参数，底部的话是条码信息。充电宝装在一个环保的 TPE 袋子里面，随机附赠的一根数据线，6号超级电能块使用说明书1本，同时也是这个产品的保修卡。我们拿出充电宝本体，也是银光闪闪的啊，表面都是亮面的镀铬的一种处理。这里有3体的标识和酷泰科的标识。充电口是2个 Type-C 口，一个蓝色的 Type-C 口，一个白色的 Type-C 口。酷泰科的标识6000毫安的标识，55瓦 Max。撕开表面的这一张保护膜，这里是3体水滴的一个 logo， 然后这里是酷泰科6号的标识。蓝色双条纹的功能按键，这个是它的显示屏区域。底部规格信息：循环5年，不要扔向垃圾桶。3C 认证，可循环锂电池，请勿靠近火源。3C 认证的信息咱们放在屏幕上，有需要的可以截图。酷泰科6号超级电能块，产品的型号 PB060。输入参数的话 ，Type-C 1口支持45瓦输入。Type-C 2口的话也是支持45瓦输入，输出参数55瓦总功率。Type-C 1口最高输出功率55瓦 Max，Type-C 2口最高输出功率。这里有5至11伏的3安，也就是大概33瓦的样子。电池的能量值，大家记住这个值，额定值 21.5 瓦时。电池的种类锂离子电池，额定容量3300毫安时。这是中国制造酷泰科3体宇宙。附赠的这一根充电线还有一个作用，就是把这一个充电宝可以当成这个充电宝的一个提手来使用，这样提着还是挺方便的一个设计。这个电能块连包装盒一起的重量 185.1 克，电能块和数据线一起 155.2 克，数据线只有8克。这个数据线的话咱们这一期也不拆解它了，因为这是一个短线。移动电源的重量 147.2 克。如此小巧如此精致的一个联名款的6号电能块，性能怎么样？我们进入测试环节。5次充放电循环测试，我们先把这个新的充电宝上面有58个电量，我们把它放掉，然后进行第1次充电。每一次充电我们都会记录所有的充电数据。这个充电宝电咱们已经放完了，我们进行第1次充电，用这个65瓦的电能卡片来给它充电。这个充电功率的话，大概就是真实功率41瓦左右。咱们这是第1次充电，充电耗时1小时05分钟，充进去电量 20.04 瓦时。咱们这第1次放电的话，一样的是用45瓦的功率放电。第1次放电放出 16.25 瓦时的电量，放电时间大概就是21分钟就放完了，45瓦的功率放电的。咱们这第2次充电又已经充满了，大家看一下，充进去电量 20.25 瓦时，充电时间1小时10分钟。咱们第2次放电也是放了21分钟，放出电量 16.12 瓦时。这是这个6号电能块第3次充电，充电时间1小时17分钟，充进去电量 20.27 瓦时。咱们这是第3次放电，放电时间21分钟，放出电量 16.04 瓦时。咱们第4次充电，充进去电量 20.77 瓦时，充电时间的话1小时07分钟。这是第4次放电，这一次我们是用了36瓦的功率放电的，放了28分钟，放出电量 16.60 瓦时。咱们第5次充电耽误了10分钟时间，大概充进去 20.8 瓦时的电量啊，充电时间1小时16分钟，实际上是1小时0几分钟就充满了，拖延了一下，所以说它这个数据就多了一点点。第5次放电，咱们用9伏3安27瓦的功率来放电，放了 17.35 瓦时的电量，放电时间的话39分钟。
大概40分钟的样子。这个酷派克6号电能块，我们5次充放电下来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平均转换效率可以达到80%以上。我做一个表出来，大家可以一目了然的就知道了。最高的时候27瓦的功率的时候，它的转换效率有83%，是很不错的啊。优质的充电宝，它的转换效率都在80%以上。这一个酷派克确实很不错。测完了5次充放电循环，我们就直接进入实际充电测试。进入实际充电之前，我们先来看看它的充电协议的情况。这是蓝色的 Type-C 一口充电协议支持的情况。支持 PD 3.0 的39瓦，小米的55瓦。PD 3.0 一共4个档位，最高档位15伏 2.6 安 ，PPS 5伏至11伏的5安。小米私有协议的55瓦，也就是5至20伏的 2.5 安。这个 DCP 和 Apple 2.4， 这是2个基础功率。Type-C 2口支持协议的情况，我们来看一下。PD 3.0 39瓦 ，PPS QC4。PD 3.0 一共有4个档位，最高档位15伏 2.6 安 ，PPS 5至11伏的3安。手机的实际充电测试的话，我们还是用小米的红米 Note 11T Pro。这个手机目前是没有电的状态，我们直接采集数据。这个充电宝已经没电了啊，手机电量充到80%。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，从最开始没有电，充到2分钟的时候就涨到45瓦功率。我把手机打开。开机以后，它功率又攀升到45瓦左右，充了大概半分钟时间。也就是说，这个45瓦的峰值功率，它只坚持了1分钟，然后降到40瓦的功率，大概充了4分钟左右，然后降到36瓦的功率，又大概充了3分钟左右，然后降到26瓦的功率，充了大概10分钟。后面的话就是23瓦左右的功率，一直充到这个充电宝没电。整个充电时间从0到80%，一共花了41分钟时间就把这个电充完了。这个手机的电池是5000毫安，给它补到80%的电完全没问题，而且功率还是非常高的。苹果手机的充电测试，我们用这一个13 Pro， 目前这个手机也是没有电的状态，我们直接采集数据。这个13 Pro 已经充到82%的电了，充电宝的话还剩21个电量。看一下充电曲线图，从最开始的时候关机充电，充到2分半钟，手机充开机，然后就涨到20瓦的功率，充了19分钟时间，然后降到15瓦左右的功率，充了7分钟左右，然后降到11瓦的功率，大概充了6分钟时间，然后逐渐的下降功率，充到80%。从没有电到80%，一共只花了50分钟时间，这个充电速度还是可以啊。如果是充苹果的 Pro Max 的话，从0充到80完全没问题，这个充电宝也是够得上的。这一部手机是 vivo 的 S18， 它是可以支持 PPS 快充的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功率，可以到 PD 3.0 的33瓦，真实功率的话32点几瓦，很高的功率啊。这一部是荣耀100，可以启动超级快充 Max 50瓦，这部荣耀100也是支持 PPS 快充的。功率的话，持续的攀升到 PD 45瓦的真实功率，功率非常高的啊。这个6号电能块有 PPS 的11伏5安的档位，对于三星手机的话，一样的，它也是可以启动快充的。大家看一下这个功率，标的非常的高 ，PD 3.0 的29瓦，这是三星的 Note 10加。如果是三星 S23、S24 系列的手机，35瓦的功率，轻轻松松的。它的多口功率分配的话，大家注意一下，这2个充电口同时使用的时候，它是5伏3安，也就是说2个5伏 1.5 安的功率，基础功率啊。这个充电协议的话也没有多少，就是 PD 和小米的私有协议，其他的手机我们就不测了。这一个是大功率，应对小米的私有协议，这一个应付苹果手机充电都没问题。我们现在就是来测试一下这一个6号电能块它的文波输出的情况，直接测试它的负载文波。这个电能块5伏3安15瓦功率输出的时候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15.8 毫伏，9伏3安27瓦的功率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31.5 毫伏，12伏3安36瓦的功率，我们看一下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79.4 毫伏，15伏3安45瓦的功率，也就是它的 PD 功率输出最高的时候，它的文波 133.7 毫伏。
这个酷派克6号电能块3体联名款，各项测试下来，数据都是很不错的，80%以上的转换效率，大功率充电速度也很给力，文波控制也是很到位，在国标范围以内。它如此小巧的体积做出这样的功率，用来应急充电确实是非常不错的。米家用户、苹果用户，还有 vivo 和荣耀新款设备支持公版 PPS 协议的用户，闭眼入是没问题的。喜欢咱们视频的朋友们，一键3连，点赞、关注、投币走起，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。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。